施耐庵在《水浒传》中用一句朴实的话总结了择业的逻辑：母若出商贾，父强做侍郎，望族留原籍，家贫走他乡。这话虽然简单，却道出了人生的真相。家境贫寒的人没有祖辈留下的资源和背景可以依靠，唯一的出路就是离开家乡，勇敢地走出去，寻找新的机会，探索更广阔的世界。俗话说，树挪死，人挪活。树挪了地方可能会枯萎，但人挪了地方却往往能焕发出新的生机。看看那些在大城市里白手起家的大老板，哪个不是背井离乡多年后才开启了全新的人生？他们用行动证明了一个道理：人如果长期待在一个狭小单一的环境里，内心很容易变得狭隘。比如整天窝在家里、宿舍或者单位，接触的世界就那么点大，眼前的鸡毛蒜皮在这个小圈子里都能被放大成天塌下来的大事。只有跳出这个环境，你才能看到自己的局限性，才能真正明白事情的大小轻重。每个小环境就像一座围城，里面的人想出去，外面的人好奇里面是什么样。我们得培养自己跳进跳出的能力，既能适应环境，又能随时抽身出来。人毕竟是环境的产物。举个例子，我有多的资源，你没有，我喜欢你，那我愿意分你一点。可一旦我自己的都不够了，你还来找我要，那对不起，我也没办法给你。很多人觉得自己遇到了真爱，好男人、好父母、好兄弟，其实未必。很可能只是你刚好避开了那个让一切变得更糟的环境。只要环境恶劣，人就会在那种环境下变得自私，这是人性使然。小地方的人情世故往往更复杂，没有关系网，想在本地立足很难。小地方最稳定的收入来源往往是体制内的工作，铁饭碗成了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目标。可你再看看身边身价千万的人，是不是大多都在大城市闯荡出来的？答案显而易见。想让自己脱胎换骨，首先得换个场。长期待在一个小地方，你的风水就被固定住了，很难有翻身的机会。我有个朋友就是例子，他在县城开餐饮店赔了钱，后来又试着开水果店，还是没赚到钱。几年折腾下来，日子越过越糟，和老婆3天2头吵架，甚至闹到了要离婚的地步。后来他咬牙去了苏州，买了辆2手货车，专门回收工厂的废旧纸箱和包装材料。2年时间，他不仅在苏州买了房，还买了车。他跟我说，旺季的时候1个月能赚10多万，淡季也有几万块。如果他一直留在小地方混，可能一辈子都看不到出头之日。心理学上有个隧道效应，说的是人在封闭环境里会不断降低目标来适应现状。在小地方，你拿5000块工资，别人拿3000块，你就觉得自己挺牛，慢慢的就没了上进心，和大家一样过着平庸的日子。久而久之，你的眼界和格局都被锁死了。换个地方不一定能立刻发财，但关键是要学会换脑子。有人在大城市送外卖，整天躲在出租屋滑影片、打游戏，照样一辈子没出息。这种心态和思维去哪里都没用。别被别人的表面光鲜迷惑，人家干石磨赚钱，你就跟着干石磨，这种盲从往往没好结果。比如有人搞直播赚了大钱，你也去试试，未必可以，因为你可能没有资源和才艺。人家做电商1年赚几百万，你跟着做也很难赚到，因为你缺乏行业认知、经验积累，连个圈子和贵人都没有。那些无意义的吃喝玩乐社交，能少参加就少参加，浪费时间只会毁了你的前程。大城市的好处在于它的包容性，你的贵人可能正在那里等着你。不想吃低级的苦，就得吃高级的苦，学习，不断学习。报班、读书、知识付费，任何能提升你知识和技能的方式都值得尝试。找到你感兴趣的东西，去了解，去试错，然后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路，再用长期主义的心态去坚持实践。时间久了，你一定会收获一个不一样的自己。
换地方其实就是换能量场。人终究是环境的产物，当你的能量场变了，整个人也会焕然一新。志存高远，别和环境同流合污。有远大志向的人，不管路有多远都能走到，不管障碍有多坚固都能突破，哪怕前面有千军万马也拦不住他们。只要有志向，万事皆可成。俗话说，道不同不相为谋，世界观不同的人很难和谐相处。喜欢奢华的人眼里，淡泊名利的人肯定是装模作样，别有企图。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，好品行不一定是护身符，有时反而会成为邪恶势力的靶子。面对嫉妒、猜忌，甚至可能的明枪暗箭，正直的人既要坚守原则，又要学会策略，保护自己。快速成长的最好方式，往往是收敛锋芒，低调隐忍，保持疏远和超脱。如果你在一个环境里得不到成长和蜕变，就要想办法挣脱出来，勇敢走出去，别甘心和底层人混在一起，外面的世界更精彩。就像孟母三迁的故事告诉我们的，人是由环境塑造的，不同的环境造就不同的人。小地方的乡镇县城机会少，资源匮乏，很难成就一番事业。如果你想赚大钱，就得去一线大城市闯荡。我大学快毕业时，在西安一家物流公司实习，每月收入只有800块。后来通过朋友介绍，去了经济发达的长三角宁波，月收入涨到了4000多，工作2年后涨到8000多。再后来到了杭州，接触了电商，1个月能赚好几万。更重要的是，大城市让我学到了很多先进技术，认识了更优秀的人。在那里待了几年，掌握了一门真本事，现在不管去哪里都能混口饭吃。我对网络的认知，还有近几年做的项目，都是在杭州积累和沉淀下来的。这些东西在小城市根本无从获取。在小地方发展，你一眼就能看到尽头。即便当上了主管或经理，收入也就是那么回事。而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，资讯最多，资源丰富，人才济济，遍地都是机会，才是年轻人大展身手的好地方。如果你有存款，可以去政策红利城市，比如海南自贸区、粤港澳大湾区或者西部新兴城市，这些地方有政策支持，未来潜力大。如果你想创业，就去江浙沪沿海城市或珠三角地区。如果你有才艺或表演天赋，可以去横店影视城试试。如果对金融感兴趣，就去上海。大城市会逼着你前进，不断更新你的认知和思维。对于普通人来说，逆天改命的最好机会就是去新的城市，结识更大的人脉，获取更高的资源，赚更快更多的钱。有时候痛苦恰恰说明你做了正确的决定。俗话说，不破不立，大破大立，先迈出去一步，机会自然会向你招手。选择做难而正确的事，你会变得越来越优秀。就像我那位从县城到苏州的朋友一样，换个地方，换个思路，人生就彻底翻盘了。留在小地方，他可能还在为几千块工资挣扎，永远看不到希望。而在大城市，他不仅赚到了钱，还找到了自信和方向。选择城市其实就是在选择环境和未来。乡镇和小县城的机会太少，资源有限，想做出一番事业几乎不可能。大城市虽然压力大，但机会也多。我的经历告诉我，越是资源丰富的地方，越能让人成长。别害怕吃苦，别畏惧未知，痛苦往往是成长的前奏。只要你愿意迈出第一步，世界会为你打开一扇新的门。选择适合自己的城市，带着志存高远的心态，拒绝平庸，坚持学习和实践，总有一天你会感谢当初那个勇敢走出去的自己。正如施耐庵所说，家贫走他乡，走出去才有出路。今天先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智慧补丁，超越自我，完善人生。